抢购双十一，抢购黑色星期五，你有听说过抢购豪宅吗？这里位于故宫北院西北方向，紧挨国际互联网大厂。清朝词人纳兰性德和大思想家王阳明都曾经在这附近居住过。据说来这里看房，你不仅需要提供8位数的验资证明，就算是排队摇号，你都买不到。但是找杨芳姐姐，你绝对没问题。作为最美豪宅品鉴师，那今天呢，杨芳姐姐就带你看看 IT 大佬圈最抢手的豪宅。面积860平的中式合院，我们走起！小区入门处长11米、高6米的府院大门仪表堂堂。复刻故宫的青铜狮镇守一方，进了大门，迎面而来的巨大影壁，自然造就的山水纹理，就透着文人的内涵，诗人的骨气。入园，眼前这个中西风秀色的翠壁玉堤，把圆明园40景图的西风秀色搬到了现实。写意的青山玉石，写实的翠松瀑布，意境深远的工笔山水就在归家之路。穿过会所的歌舞升平，在青石台阶中踱步慢行。在中式建筑里进门很有讲究，门的礼序呢，可以说是半部中国建筑史的缩影。门口这2块矮矮胖胖的抱鼓石你可千万别小看了它。在古代呢，文人用方形意为书香，武官都用鼓形意为战鼓。那身份越是高贵，抱鼓石越是精美复杂。这2块呢，都是出自曲阳工匠的手艺，故宫里的石雕都是他们做的。搭上这块集词赋诗文、书法篆刻、建筑艺术为一体的门头匾额，实木雕刻的氛围中有儒的秩序，道的自然。你家的府门宅邸是不是有点味道了？再看看这1000年的铜制工艺门饰面，搭配景泰蓝掐丝珐琅把手，屋顶借鉴了故宫太和殿的五殿顶，窗格装饰采用的是紫金互有的图文样式。入户小院就有78平米。整个院子呢，采取了创新式的外院围合建筑，建筑围合内庭的模式。那具体怎么样呢？我们一会儿下去看看。高3.3米、宽1.8米的府门，用的是50公斤德国梵蒂斯装甲门、意大利易秀欧马达门锁，饰面采用纯铜锻打工艺，内面板用天然原木纹理装饰。进门玄关，迎面而来的就是正前方的字帖墙，文人士大夫的情趣洋溢在整座别墅里。但是大家注意了，这不只是一面字帖墙，背后更是一整面的储物柜。客人呢，欣赏的是中国书法的风姿丽影，主人打开的是篆隶楷行草的生活百态。这样呢，不仅有强烈的设计感，而且很实用，面子里子都有了。玄关与大厅之间隔了一扇由古琴、青树、实木打造的立体屏风，效果满分。很多中式别墅呢，都爱搭配明清家具，但更具文人风骨的则是宋代家具，格调素雅，线条劲瘦，尤其以黑漆软木为多。看这瘦高的椅子腿和椅子背典型的宋式。很多人看来中式家具呢还多了份极简的色彩。在宋代家具面前呢，日本、北欧、包豪斯那只能称作是弟弟。如果你要想听，我可以展开来讲一期。这幅文丁画取自北宋李成的《茂林园秀图》，把宋朝的优雅气质从家具延伸到了背景墙。大家看仔细了，这幅画可不是泼墨山水，而是用一根根细如毫发的钉子画出来的。那这手艺呢，我之前也拍过，具体是哪期，老粉们打在公屏上。中庭片石假山的手法来源于贝聿铭对传统叠山的巧做工艺，万字花纹的小心机，百变造型的使用，装饰着长辈房，直通南侧花园。整个1层，每个房间呢都有2面甚至是3面的采光面，而且每个采光面都与庭院相连，处处有景，南北通透。这在其他的别墅可是一般找不到的。跟姐姐上楼看看。上到2楼，南面是面积约60平米的主卧套房，背景墙源自文征明的《玉兰图》，是法国皮雕重新打造，亮片刺绣代替墨染，针脚雕花代替白描。这样做梦不仅有玉兰的形，还有玉兰的香。主卧分区的设置中参考了《红楼梦》中宝玉卧房，隐藏门连接卧室与衣帽间、主人浴室。
收是个性独立，放是别有洞天。生活只有张弛有度，人生才会收放自如。衣帽间的屏风装饰题材，灵感来自宋徽宗的五色鹦鹉图，和主卫和氏璧主题相得益彰。翡翠玉石的双手盆洗手台，玉兰的芬芳围绕着碧玉的开关。优点啊，就是洗手的时候秒变人间孤寂，水中依云。缺点呢，就是材料坚固到会影响小张出道。重重叠叠上瑶台，几度胡同扫不开。那主卧的对面呀，就是双儿童房套间儿。趁着他们还没回来，咱们过去瞧瞧。马卡龙色系和中式碰撞的女儿房，布置的麻绳布偶、蝴蝶饰纹，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，少女心啊已经爆棚？深蓝交替呈现马术主题的男孩房，运动、数理都是从小培养。若呢还能掌握5、6、7、8门语言，藤校一定是指日可待。咱们啊下楼瞧瞧。这层啊是名副其实的花园层，因为整体造型呢是采用 C 字形的围合方式。刚才我们看的一层啊有3个庭院，那这个层还有2个超大的庭院。南侧是面积约400平米的超大庭院，空庭博古游廊，坐月鸣琴亭，文性雅集书画台，古代文人聚会，曲水流觞，吟诗作对。那放到今天啊，就是品酒来杯 Mojito rap 都有唐宋范儿，音乐还听网易云。位于北面53平米的庭院，大理石和太湖石和青翠的绿竹构成山水的写意，诗情的画意。2个庭院包围的就是中式复古的餐厅，南向15.5米超大面宽客厅，超大玻璃幕墙落地窗让庭院的景观自然流入眼中。除了室外的怡情雅致，室内的质感更是凹凸有致。餐厅墙面是大自然创作的山水大理石，有着马远《西山秋爽图》的气韵神态。桌面游离山水画，画中人的眼色带着1分薄凉、2分刻薄、3分讥笑、4分漫不经心，把聚餐的乐趣用餐的写意发挥极致。吃的甭管是粗茶淡饭还是满汉全席，你就说啊，心情美不美丽？进到厨房，中西分厨不用说，用加格纳厨电做秋天最后一杯奶茶，都是杨芳姐姐私家定制。你肯定想象不到这里暗藏了多少玄机。首先，这是案板，然后这里可以放满了刀具。这里啊，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，就是小插头。厨房面对的侧庭院啊，不仅给办 party 留足了余地，更给这里工作的厨师呢一点嫩绿的空气。喝完刚才那杯奶茶呢，杨萌姐姐给你一个小惊喜，带你看看最为中式的私人影院。山水画地毯气宇轩昂，金属墙纹惊艳四方。2楼木窗板的设计让现代影院多了分旧时戏台的感觉。在屏幕下手握保温杯，来一杯枸杞泡咖啡，疯一场5月天的演唱会和小破站干杯。除了这座影院，藏宝还有不少，不是衣服，不是包。室内整体少了些隔墙，多了些流动。如果生活还有什么疑惑，那就从酒窖拿出来喝了不上头的过气茅台。踩着马海毛拼接地毯，站在银杏连绵的灯光下，面对着独家定制的雨林景观背景墙，独自冥想来自人类灵魂的拷问。唉，今天到底吃什么？近200平的娱乐室改造成的乐高房和赛车房，大人在这里赛车联盟，孩子在这边啊乐高派对。还愁00后不好相处的呢？那我们看看这种 XYZ 时代的家庭模式，把真实的爷青回打到公屏上。迎接小伙伴回家的地库啊，延续地上的古朴，生活的质朴，让你联想回的不是家，也不是寂寞，是先秦一手打造的理想。看完这套房子，你是不是明白为什么这里啊这么抢手了？比邻故宫北院到上地、中关村这些互联网的核心区域啊，非常方便。在整个北京的西北方向，根本就没有竞品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就是最扎实的文人范儿中式设计，通透的采光从地上延展到地下，5个庭院的围院形式，立足于北方园林中的重，糅合了南方园林自然与雅致中的轻，打破了东西方、南北方固有的空间思维限制，让古建筑的美赋予到新时代的生活中。房子只有住了才有活力，文化只有用了才有生命力，而不是高谈阔论的口号。想想我们那么多的文化创新，
从过去梅兰芳的名扬海外，到如今李子柒的文化输出，从周杰伦的《本草纲目》到哪吒、姜子牙的《封神宇宙》，年轻人在传统文化上的努力每一次都重新激起中国的文化自信。每走一步，我们都在跳出原有格局，老的文化经历新的演绎，引领着新的时尚，创造出新的文化生机。感谢收看本期节目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一键3连。小运动豪宅配得上你的未来，我是杨妈姐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